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再忍一忍就好了，频频上热搜，引发争议。以为例，她的长相和礼服遭到嘲笑。当天的几十个热搜，绝大部分都是调侃和黑料，而那些黑粉蜂拥而至，想白白骂她。王嘉尔刚发了一个表情包，就上了热搜。之后有很多新闻稿说她在营销美女。要知道，王嘉尔是杨紫的粉丝，看到自己的偶像之后，只是做了个开心的手势。这一切都错了吗？随后，杨紫的工作室公开了她的照片。不过据说 P 图不是 P 镜也能上热搜，也延伸到杨紫对 P 图博的依赖。一次活动就上了10几条黑热搜，一张照片满是辱骂，被任何人取代都是不可接受的。但她也只能接受。从出道到现在，杨紫一路坎坷。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她的父母希望她成为一名演员。她带着她跑遍了北京各大剧组，只为一个机会。1999年，杨紫在《所以出山》中拿下一个小角色，正式出道。2002年主演《孝庄秘史》，在童星圈有了一定的知名度。2004年还凭借《少女日记》获得优秀儿童奖。也是在那一年，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开始选角，刘醒和夏雨都落定了，可夏雪还是没有合适的人选。导演好友林聪得知后推荐了杨紫，林聪面试后很满意，当场就约了她。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播出后，收视率一路飙升，她饰演的小雪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过到了第3部，她和妈妈已经进了剧组，开始熟悉剧本了。本以为开拍会很顺利，没想到投资方的女儿爱上了这个角色，于是一位副导演让杨紫和她妈妈尽快离开。毕竟她之前合作过2部电影，副导却一点情面都没有，生怕投资人的女儿来片场看到杨紫生气，所以连夜让杨紫和她妈妈离开。当天深夜，杨紫和妈妈背着大包小包离开剧组，无处可去，心情十分凄凉。同样在离开剧组之后，杨紫和她的父母都没有找到好的角色，而全家人都不愿意放弃做演员。父亲认为杨紫可以报考北京电影学院，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选择。于是他给宋丹丹打了电话，想让宋丹丹帮忙分析分析。没想到宋丹丹直接说，孩子长得不漂亮，做演员也不容易，还是换个行业吧。宋丹丹的提议是一家3口谁也想不到的。宋丹丹的话他们听了，却没有听进去，毕竟放弃很难。于是杨紫坚定地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，顺利被录取。同时她也获得了黄圣依老公杨紫的好感，对方不仅以优厚待遇签下杨紫，还为她举办了盛大的生日会。生日会上还赠送了数以百万计的珠宝。没想到只过了半年，合同就作废了。原来杨紫进入青春期后，满脸痘痘，身体也开始发胖。刚进公司后，杨紫就带着她到处参加节目，并安排了音乐专辑、电视剧《男生日记》。可惜杨紫开始长痘痘，后来又胖了1点，颜值越来越差。当时杨紫傻眼了。为了治好痘痘，杨紫带她看了很多医生，但这是青春期的必经过程，人为干预是不会奏效的。因此杨紫不能参加很多活动。慢慢的，杨紫有了意见，开始冷淡，最后双方解约。解约后，杨紫不甘心，她开始致力于护肤和减肥。过了一会儿，她重新出现的时候，已经瘦得白白的了。我也在华谊公司顺利签约。一到华谊就把《决战长沙》的女主给了她。可惜这部剧并没有给杨紫带来好评。有一说一，杨紫在《决战长沙》中的演技是不错的，但是图像是不够的，因为她在剧中很黑，一个黑丑一个丑，所以她的演技再好也有缺点。或许宋丹丹的话一直对她有影响，也或许是观众一直在吐槽她的长相。杨紫去整容了，小郑让她精致了许多。之后她的演艺事业拓展了很多，尤其是《欢乐颂》，虽然角色中的人物都很傻很天真，但她也有无数的粉丝。后来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一出来，杨紫就成了古装第1人，尤其是她的哭戏更是让观众感同身受，落泪。这部戏使她成为了顶级演员。2019年，她与李现合作了《亲爱的最爱的人》，
凭借这部戏，他获得了华鼎奖，这是杨紫第一次获奖，也是对他演艺事业的肯定。现在的他已经是顶级主播，担负着影视圈的流量。他的演技也是在线的，但是却一直被人嘲笑。尤其是从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之后，杨紫接连出演了几部古装剧，都说她走不出童话圈。有网友直接扒了杨紫这几年的角色，然后拿出来对比一下，表示自己一点进步都没有，一直待在舒适区。其实这些都是演员的无奈。与华谊签约几年后，他解约与欢瑞合作，让他走红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就是他在欢瑞时演出的。在签约欢瑞之前，他还曾在2家公司工作过，但是每一个都不到1岁，所以当时没人敢跟杨紫签约，欢瑞却抛出了橄榄枝。可以说，欢瑞是杨紫黑暗中的一缕阳光。于是双方签订了一份为期6年的合同。在欢瑞的6年，是他的巅峰期，也是他的煎熬期。刚到欢瑞的时候，他就出演了《欢乐颂》，把这个角色演得很好，却因为这个角色被骂得很惨。后来主演了《青云志》，但在这部剧中，他饰演的是第一美女。遗憾的是，观众并没有认出来，而且那个时候他的脸有些僵硬，就像是贴了硅胶一样。所以抛开剧情，杨紫一个人背负骂名，但是越骂越见人，这让欢瑞发现了新的世界，于是立马给杨紫安排了《龙珠传奇》。为了流量，炒作了杨紫和秦俊杰的关系。在获得足够的关注后，剧组连杨紫的名字都没有。后来，杨紫和任嘉伦合作了《白蛇传》，剧情很好，杨紫的哭戏也很感人。但发布没多久，就传出下架消息。拍摄这部电影时，他的眼睛快要哭瞎了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。欢蕊明白杨紫不会续约，是为了榨取她最后一点价值。为她服用沉香的目的是让她变得刚毅。杨紫心有不甘，但解约前也得乖乖听话。正因如此，被很多人说炒作香蜜冷饭，扎根于古木偶戏。欢瑞6年拿到的资源寥寥无几，时装资源更是少得可怜。所以角色雷同，古木偶戏扎根于这些风，并不是他的错。而时尚资源贫乏，也是因为团队不够强大。其实杨紫在圈内是出了名的好人。当年印小天被圈内大多数人冤枉的时候，很多人为了吸引眼球，为了拉关系，选择站在边消消一边，不问事实。他们袭击了印小天一行人。圈子里明事理的人不多，不敢轻易替印小天说话。杨紫什么都不管。那个时候他名气不大，资源也不好，但他没有丝毫顾忌，毫不犹豫地替印小天说话。又到了综艺节目中餐厅的时间了，他又遇到了因为一些事情而情绪低落的黄晓明。这个傻丫头不停地说着暖心的话，鼓励着黄晓明。在马思纯患上重度抑郁症的时候，是杨紫日夜开导他，只要有时间给对方打电话，约对方出去。因为杨紫，马思纯的抑郁症才会痊愈。当年肖战遇到了事业的低谷，很多人都不敢和他交朋友，只有杨紫会鼓励他，为他加油。尤其是红海那晚，是肖战出事后第一次现身，杨紫的鼓励给了他很大的勇气。除了这些，在娱乐圈，只要有人提到杨紫，肯定是竖起大拇指。很多人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，只要遇到需要打电话的环节，大多都会给杨紫打电话。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杨紫的人气了。杨紫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孩，不过她很喜欢演戏，不然也不会这么执着。而在圈子里，她的善良或许是经历过风雨的缘故，所以当我看到有人有难时，我会伸出援手。她的角色都是相似的，而且大部分都不是她自己的意愿。在娱乐圈，不签公司单打独斗，能有好的资源是很难得的，除非他强大到一定程度。与公司签订合同后，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。杨幂不是一步步走到这里的吗？所以她经常身不由己。现在杨紫已经离开欢瑞，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她的资源变得肉眼可见，她的角色也变得多元化。但有一点，无论什么角色她都能驾驭，所以不存在她演技差的问题。至于时尚资源，谁也说不上是好资源，那是除非上帝喂养。杨紫现在的时尚度比刚出道的时候好多了，却还是受到了那么大的恶意。这种恶意有多少是故意的？02
尽管演技平平，却被吹捧为实力派。孟海男主都一样。在现在的剧集市场上，有很多新剧正在热播中，但是仔细看的话，并没有一部剧可以称得上是爆款、口碑好的。用大场面来形容也不为过。一向容易爆大片的仙侠剧，这次也翻车了。花荣开播后，观众对剧境1000年不变的妆容感到厌倦，再加上强行虐心的剧情和郭俊辰古装不起眼，导致差评。另一部新作《点亮你》虽然设定为消防员英雄，但整体上仍是一部披着工业剧外衣的偶像剧。这个节目太火了。此外，《荒野三分》和《公诉人》各有槽点，但争议最大的还是梦中的大海。到位，却依旧落入俗套，用复杂血腥的多角恋情节来吸引眼球。更重要的是，肖战作为男主，让人们重新定义了实力这个词。观众们对他的演技大肆吐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看得出来，肖战在这部剧中下了很多功夫，还特意练习了一口北京腔。但是实践是一回事，能不能说的地道一点又是另一回事。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水平，至少不会让你觉得不好意思找配音。很多观众听着他生硬的台词都觉得不自在，而且为了让台词尽可能的清晰，肖战用嘴使劲，结果用力太大，大部分镜头说话的时候嘴巴都歪了。要不是这张脸，这歪嘴巴的表情跟赵四没什么区别。不仅如此，肖战的瞪眼演技也是一门绝活，无论什么场合、什么性格，随时随地都能瞪得像铜铃。比如，当我和久违的好兄弟叶国华重逢，对方已经成为排长时，肖春生直起身子说：“我们首先是兄弟。”像是在挑衅对方，这是不满。和关系好的战友聊天的时候，肖春生也说了出来，大概是因为他的眼睛太大，黑眼圈小，只要盯着太夸张，就会完全被他的眼睛吸引，他会在1分钟内忘记他在做什么。但如果要说肖战是有意表现出一种邋遢的气质，那就不对了。我能清楚地感觉到，他的不羁和活泼都是摆出来的。他咧嘴一笑，笑意却没有抵达心底，神情僵硬不自然，五官似乎无缘无故地飞来飞去。生气的时候更看不出来，你恨不得把整个五官都搓到一起，眉头紧皱在一起，像是厌恶的要吐出来一样。无论是日常戏、愤怒戏，还是撕心裂肺的哭戏，无一不表现出痕迹，夸张而尴尬。还有一场戏，何鸿燊指责肖春生不顾叶国华的难处。其实肖春生一开始只是想公平竞争，不想被兄弟们保护，没想到头来都是他的错，他被误解和质疑，这种心情应该是鱼龙混杂。再看看肖战的表情，贺红玲的香水有这么辣眼睛吗？眼里含着泪水，神情却是厌恶，演技太粗心了。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挑战军人的形象，要么像李幼斌、吴京那样威武霸气，要么像张译、张涵予那样内敛沉稳。但是肖战只有一张脸可以看，一身军装，一副军训男大学生的模样。小小的身子，遇到敌人的时候，感觉就像是一拳就能将他打倒。他还特意安排了一场戏，让角色勇敢的演戏，真的有说服力吗？跟戏骨对戏就更尴尬了。吴刚饰演的肖爸爸将英雄暮年的辛酸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台词功底堪称教科书级别。观众一进场，镜头就转向了肖战，一副吃了苍蝇的样子，顿时把气氛给破坏了。不难看出，在梦中的大海中，肖战是妥妥的男主，他的角色支撑着故事的走向。李沁饰演的童小美可以算是打酱油的工具人，对于肖战来说，这简直就是难得的出圈机会。可惜他的演技跟不上节奏，更无法忍受肖春生复杂的身世。有央视这么好的平台，看来自己没有实力，真的是不想碰正剧了。本来他只是偶像出身，演技没有被系统研究过，但是娱乐圈里也有很多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，比如王宝强、蒋欣、谭卓，都是凭借演技出圈，支撑着国产影视剧的火爆。半边天。于是不是科班出身的肖战也走上了演艺之路。运气好，赶上了2个男人题材的火爆期。剧中他饰演的魏无羡也有着倔强不羁的性格，但其实演技一般，咧嘴瞪眼的动作和肖春生如出一辙。但是古装的造型真的很养眼。相比同期小生的表现，肖战也算得上是小中大，可以排在前列。再加上观众从来没有对木偶戏演员的演技有过如此高的要求，这也让他获得了一些认可。
后来《斗罗大陆》中的唐三和余生，请多指教中的顾威都不是需要精湛演技的角色。偶像剧、木偶剧，只要长得帅、长得好看，粉丝基本都能买账，一直点赞。但是戏剧就不一样了。众所周知，话剧对演技的要求比较高，而且戏份很多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然而，肖战似乎对自己并没有清晰的认识，演技一般的他却接下了军旅剧《王牌部队》。肖战摆架子，眼神呆滞，还有一身瘦瘦的身子穿着军装，实在是太不合适了。即便经历了后期战争的洗礼，他的身上也看不到军人的热血和英气，浑身上下只有偶像的气息。何正军、张志坚、李幼斌等戏骨演技吊打，不过能接到这样的剧本，也算是肖战的功绩之一，在不知不觉中被贴上了实力派的标签。不过仔细一想，顾一夜和肖春生进了部队之后，除了性格，基本没有什么区别。同样的造型，同样的表现手法，很难分清谁是谁。经过新兵训练和精英班考核，肖春生的变化不大，他的胳膊和腿还是很细，这意味着他脸上的粉底颜色要深一些。如此触目惊心的伤痕，可以说偶像的包袱丢掉，但不是全部丢掉，演戏什么的都一样。肖战在《梦幻之海》中的演技远没有被吹捧的那么精湛，整个表演过程中瞪眼歪嘴的方式暴露了他演技的刻板印象。肖春生这个角色应该更有层次感，但在肖战的演绎下，帅气狠辣，让人心跳加速的高光时刻并不多。央视这么大的时代剧，应该还是需要雷佳音、于和伟这样的实力派男主，才能表现出时代背景下人物内心的成长变化。就连青年演员陈晓也在人生之路中站稳了脚跟，饰演经历过坎坷人生的高加林，极富感染力，不知留下了多少条街肖战。流量不代表一切，观众不应该被流量过滤器蒙蔽了双眼。肖战的演技好不好，其实一目了然。看来偶像演员还是不要轻易涉足话剧领域，否则不仅转型困难，还会影响话剧的口碑，影响热度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